这个女人长得有些眼熟，她紧紧盯着脱衣舞郎的大宝贝儿，目不转睛，准备动手时却被阻止了。她二话不说就给了大宝贝儿一拳，拿走了自己想要的票子，准备离开。门口的2个保安拦住了，不让她走，她直接灵巧地抓住风扇逃走了。逃到地下室以后，他又用汽油和打火机解决了追自己的人。女人刚想畅饮啤酒，就被给了一拳，接着他就被女机器人给抓回了超级监狱。自从超级监狱被小主占领以后，这里就成了他的游乐园。此时他和黄金头正在空中开着战斗机，疯狂地和对方炫技。底下正在挖矿的男女囚犯都被轰落的建筑物给砸成了肉饼。囚犯们看着空中的黄金头羡慕不已，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一天说起。沃顿带着全体囚犯来到了神秘的岛屿度假，经历一系列九死一生以后，终于漂洋过海回到了火山岛。然而沃顿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小主已经带着女子狱卒们占领了整个超级监狱。爱丽丝被布鲁斯看上了，当了保安，另外2位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小主嫌弃地看着一旁胡子拉碴的囚犯们，让手下把他们处理掉。夏瑞斯一声哨响，几个飞碟就把这群男人吸了进去，甚至还有暴力铲车。沃顿尴尬地表示自己是不是走错监狱了。小主一拐棍就给他敲到了脑袋上。先前准备造反而抢走了船长衣服的黄金头冒了出来，小主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家伙。准备拆穿的囚犯被黄金头的小栽种给掐脖子威胁了。回想起自己被掐脖子的经历，男人忍不住吐槽一句，男女同欲真是让人蛋疼。与此同时，2人的战斗机大赛也落下了帷幕，纷纷跳出舱外，任由战斗机砸向地面，破坏那些建筑。顺着管道的一条龙服务，2人落到了沃顿的床上。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沃顿的床了，小主还想和黄金头调情，警报却显示9号区发生了暴乱。小主恨自己没有把女囚犯们和那群蠢猪分开，黄金头正好持相反意见，他就觉得合住益处多多。这强硬的态度让高傲的小主都难得吃瘪。黄金头将处理暴乱的事交给了小主，自己则准备去俱乐部 happy。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，黄金头被扫地出门。夏瑞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加里德，加里德有些生气，因为黄金头正在2人曾经约会的地方睡觉。夏瑞斯觉得还有机会，只要让狱长和小狱成为终极监狱的下一对霸王情侣，就能要回优惠地了。但此时的狱长已经彻底疯狂，他要让小主爱上狱长，怕是要有点难度。爱丽丝对布鲁斯也是一口气咽不下，自己和小宠物调情屡屡被对方打断。2人扭打一阵后，爱丽丝占了下风，小玉立刻赶来帮忙，对方的星星也来了。看样子超级监狱和终极监狱真是水火不容。幸好夏瑞斯赶到，打断了这场战斗。得知了他的计划后，爱丽丝同意了。这个男人是监狱的狱长，但现在他的监狱却被这个女人占领了。为了让2人成为男女朋友，狱警带着他来到了塔顶，准备参加烛光晚餐。一切都恰到好处，孤男寡女饥渴难耐之时，他从包里掏出了生物阻隔器，接着吹了个气球小狗。女人当时就怒了，果然不该对这家伙抱有一丝幻想，这个没长进的悲催老小孩。门外的3人看到不争气的狱长，也是无了个大语。爱丽丝吹灭了蜡烛，将沃顿丢了出来。一片黑暗中，小主误把爱丽丝当做了狱长。与此同时，黄金头带着其他的几位赌狗一起来到了塔顶，准备继续搏一搏。灯一打开，画面简直不忍直视，爱丽丝那宛如打桩机的速度让人叹为观止。4人只想求一双没见过的眼睛。事后，小主找到了爱丽丝，爱丽丝告诉她，有时候女人需要负起男人的责任。小主悟了，自己不需要黄金头，也不需要狱长，自己的终极监狱就能自给自足。顿悟以后，小主带着终极监狱离开了。临别时，夏瑞斯和加里德告别，吐槽2人的计划好得有点过头了，正准备掏出 Plan B， 却被小主拦住了。此时的小主已经放飞自我，达到了新的高度，一边和爱丽丝道别，一边为她弹唱着歌曲。看来爱丽丝已经解脱了小主的灵魂。杰克当做了个梦，自己成为了将军，而周围都是波霸美女。对于波霸的渴望，让他成功的梦游跳下了窗户，还顺带开车进行了一番抢劫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出现在了超级监狱里。沃顿想在超级监狱里建一座新的爱宠乐园。加里德认为囚犯们会受益于更实用的东西，沃顿觉得固守成规太无聊了。这儿是超级
监狱又不是超级拘留所，加里德那主意实在是太屌丝了。一听到屌丝这个词儿，加里德就不是很乐意了。没想到沃顿更是添油加醋的表示，自己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加里德成为一个没创意、没远见、还没思想的屌丝。加里德气得当场把沃顿推了下去，沃顿顺着梯子就滚了下去。每一次摔倒都是对沃顿脑袋的致命打击，这让沃顿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在雨夜看到了一只被嫌弃的小狗，当时自己分给了小狗半块小饼干，然而父亲看到可怜的小家伙们并没有同情，还残忍地拉下了电网的开关，害得2个小家伙被电得不省人事。回忆结束，沃顿终于在最后一层醒来。加里德看到狱长没死，刚喘了口气，一个弹簧板又让他起飞。沃顿历险记最后被大野终结。好巧不巧，爱丽丝也上来了，加里德赶紧一脚给沃顿踹了进去，还欺骗爱丽丝说不弄爱宠乐园了，要弄个机房。爱丽丝听罢离开了。尝到了这个甜头，加里德决定就这样按自己的方式管理超级监狱。转头，加里德就对着可怜的狱长说，不要担心，这个屌丝会帮你重新装好的。加里德的统治大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沃顿被他放到了一旁的凳子上，但要伪装成狱长活着的样子还是有难度的。加里德必须要时刻补充能量饮料，强装淡定。这个世界最大的监狱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实验室，监狱的狱医除了救死扶伤，还会用残肢断臂缝合成一个个诡异的新怪物。但是这一天，实验室的插头却被拔了，失去了囚禁的怪物们全部一窝蜂冲了出去，将囚犯们残忍杀害了。究其原因，竟然只是因为监狱修了一个网吧。狱医找到加里德，他却说这一切都是狱长的选择，狱长也不能反抗，只有背下这个黑锅。加里德虽然本意是好的，想让囚犯们了解事实还有学习，但是他忘记了这里可是监狱，电脑直接被当做了看片的工具，怪物们的厮杀也殃及到了这边，愁得加里德揪掉了自己的头发。更可怕的是，狱长的尸体被3头犬给叼走了。加里德赶紧开了个车追了上去，半路却翻车了。加里德去找爱丽丝寻求帮助，结果爱丽丝沉迷摔跤，压根不鸟他。眼看队友靠不住，加里德还是选择了自驾游，结果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沃顿的模样，嘲笑这个屌丝不可能会做到。加里德受不了了，车子撞上自动贩卖机以后，只能徒步跑过去，直到3头犬跳进了裂缝深渊，加里德才承认自己就是个屌丝。转头又只有找到御医来帮忙，毕竟御医是唯一了解旧下水道养殖的人。御医现在也是一人饮酒醉，难过的说，他们怎么可以觉得没我会更好，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家，然后如愿的在身上砍几刀。加里德听闻表示，有些时候人们或许说那些变异怪物都忘记了自己的位置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一个好的领导来维持秩序的原因。要是那些孩子们需要你，那就干他丫的，咱们去把他们找回来，让超级监狱重归正轨。为此，加里德甚至交出了自己的头盖骨作为条件。加里德骑着变异大蜘蛛就冲进了旧下水道，御医更是骑着带翅膀的沙龙就来了，肠子一甩就把不听话的孩子全部捆了起来。加里德则是使用喷枪打出的网将其一网打尽，两人合力收拾了这边的小怪后前往了 BOSS 的方向。御医告诉加里德，3头犬通常会把窝建在暖和又隐蔽的地方，两人气势汹汹去了沉淀池的区域。加里德用鼠标拴住了狱长的腿就拖了过来，御医也是一个猛子跳出去，用肠子拴住了3头犬的嘴巴。而此时陷入沉睡的沃顿还被困在小时候，可怜的小狗被拴了起来，而沃顿什么也干不了。父亲告诉他，护卫犬一旦学会了爱就废了，现在必须要亲手杀掉这个畜生。说着递给了他一把斧头，沃顿含泪看着小狗，最终还是挥下了屠刀。回忆结束，沃顿顺势醒了过来，看样子御医应该是救活了他。这次沃顿话还没说完，加里德就同意了他的爱宠乐园提议，一切都顺利回到了正轨。加里德暗戳戳地和沃顿说，我会一直保护你，服侍你的，老大。话音刚落，沃顿就指了指自己肚子上戳进去的大剪刀，问他，这就是你呀说的保护我？你这小聪明。